向往6开始录制，网友总结拟邀嘉宾人气榜，杨紫和王一博在列。芒果的综艺节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槽点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它依然是国内综艺市场的老大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愿意创新。2017年，芒果首创了慢综艺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尽管当时连招商都很困难，但是该节目一炮而红。今年已经进行到了第6季，常驻嘉宾依然是黄磊、何炅、彭昱畅、张子枫和张艺兴。向往的生活之后，国内各个平台的慢综艺如雨后春笋般冒头，但却很少有能坚持过3季的。芒果能打开一个市场，也能守住一个市场，值得业内深思。作为一档还算长寿的综艺，《向往的生活》这档节目也没能逃过观众的挑刺，比如广告过多，比如内容单调，比如飞行嘉宾不好笑等。尤其是飞行嘉宾这个问题，会直接影响每期节目的收视率和关注度。毕竟真人秀节目最重要的是人。近日，有网友总结了《向往的生活》6拟邀嘉宾人气榜，尽管这只能代表观众们的呼声，但是对于节目组来说，未必没有参考价值。因为该节目进行到现阶段，如果继续闭门造车，必然是行不通的。适当接纳观众的意见，才能走得更长远。人气榜第1位，快乐家族合体。快乐家族合体这件事之所以能成为向往6拟邀嘉宾人气榜第1，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虽然快乐家族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，但是他们从没有合体身加过《向往的生活》，谢娜和赵丽颖结伴加盟过，另外3人合体身加过。第二，随着《快乐大本营》的停播，快乐家族已经解散，且至今没有公开合体过，所以观众有这样的期待。但从湖南卫视给快乐家族的工作安排来看，他们5人在《向往6》合体的可能比较小，毕竟杜海涛和李维嘉至今还在待业。相较于在《向往6》合体，笔者认为他们更有机会在杜海涛和沈梦辰的婚礼上合体，毕竟这个机会无关工作，是个人的私事。当然了，杜海涛和沈梦辰可能会很快举办婚礼，也可能一拖就是3年5载，毕竟这在娱乐圈也是长线之事。人气榜第2位，杨紫。杨紫身加过《向往的生活5》，且在节目中大放直面和张艺兴的绯闻，帮助当期节目拿下了不少热搜，甚至被认为是去年一整季中的最佳一期。《向往的生活》这档节目有重复邀请嘉宾的惯例，比如宋丹丹、李诞、陈赫、毛不易、王迅等，所以曾帮助节目有过高光时刻的杨紫是有可能再次被节目组邀请的。此外，杨紫和肖战主演的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正在湖南卫视热播。基于这样的合作关系，杨紫再次加盟节目的可能性也有所增加，甚至有可能和肖战一起。人气榜第3位，大侦探。和《向往的生活》在国内慢综艺的地位一样，《明星大侦探》这档节目也是国内侦探类综艺的大哥，且几乎没有对手。作为已经播到了第7季的节目，粉丝们希望2个节目梦幻联动情有可原，且如果能实现，综艺效果应该会不错。但可惜，要想让大侦探的常驻嘉宾们组团飞行1期，可能性比较小，毕竟他们组团的通告费可不低，去3-2个的话可能性还高一点。人气榜第4位，王一博。王一博虽然是湖南卫视看着成长起来的顶流艺人，但其实他至今还没有身加过《向往的生活》。至于原因，笔者认为无外乎2点。其一，王一博在湖南卫视和汪涵关系更好；其二，王一博这些年确实忙，腾不出档期。其实，去年的《向往的生活5》很适合王一博参加，因为张艺兴首次担任常驻嘉宾了，且张艺兴和王一博当时都是《这就是街舞》的明星队长。以王一博如今的影响力，如果他能飞行1期《向往6》的话，可能会帮助该期节目再度斩获去年杨紫加盟那期的成绩。但至于最终能不能实现，笔者其实并不看好，毕竟王一博目前正在拍摄《长空之王》，档期依然是大难题。人气榜第5位，白敬亭和魏大勋。网友之所以希望白敬亭和魏大勋合体参加《向往6》，
大概率是因为他俩在《明星大侦探》中贡献过诸多搞笑名场面。所以说，尽管白敬亭和魏大勋这二人的知名度不如杨紫、王一博、肖战等顶流，但是如果他俩果真能加盟的话，综艺效果甚至是更好的。去年的《向往的生活5》不幸拿到了历史最低分，承受过来自各方面的吐槽。所以说，今年节目组应该会痛定思痛，尽全力打造一季高质量节目，而飞行嘉宾的人选应该是重中之重。从网铺的路透照已知，《向往6》第1期的飞行嘉宾应该是刘昊然和文琪，而刘昊然也一直是观众呼声很高的飞行嘉宾，所以说明节目组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观众们的意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最近国内多的疫情形势严峻，《向往6》节目组似乎也受到了影响，因为黄磊最近表示自己离开了录制地，有了一个短暂的假期。当然了，不只是《向往6》，湖南卫视的《春天花会开》、《生生不息》、《浪姐3》，以及浙江卫视的《王牌对王牌7》、《天赐的声音3》等节目被爆料都受到了影响，可能都会暂停录制。所以说，《向往6》这档节目的录制计划可能会被打乱，原定的飞行嘉宾人选也可能会有很大变动，距离录制地点近的嘉宾可能会救场。但至于最终呈现的节目效果怎么样，我们只能拭目以待，且应该抱以更宽容的心态，